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嫦娥6号已经成功的返回中国大陆，还带回了月球背面的样本呐。因为它的探测器已经在本月初先后完成了月球背面的软着陆采样，还有起飞、月球轨道交会对接以及样品转移的这些动作。那在昨天的时候降落在内蒙古，这也是这个世界首次成功从月球背面采集到样本返回地球啊，连美国手上都没有这些样本呐。那当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很开心哦，就致电祝贺说，这个举措呢，这样的一个成功的一个标志呢，代表着大陆的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又取得了一个标志性的成果。那 NASA 那边讲话就酸酸的哦，你看 NASA 局长啊，明着是夸说中国人非常的出色，然后他们通常说到做到，但是骨子里面又要炒作一下，就是中美太空竞争的话题哦。他就讲说呢，中国大陆呢在太空领域进展得非常出色，过去10年有非常多的成就，通常都是说到做到哦。但是呢，这个参与登月计划的美国太空人并不认同这个中美太空竞赛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哦。他们说，身为美国人，我们的确是压力倍增。可是局长必须还是要讲一下说，这个是这个有野心，这个中国大陆有野心啊，想要在太空上面跟我们竞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可是问题是 ，NASA 现在的确常常都是负面消息出来，比方说呢，这个太空服还漏水，它冷却系统还出现漏水的问题哦。2名驻扎在国际太空站的美国太空人当天放弃了这个出舱维护的工作，因为这个他们的太空服里面还有出现漏水的情况，所以他们连想要做维护的这种例行工作都没有办法顺利进行哦。另一方面是波音的这个 Starliner 的问题，现在说解决了，但是什么时候返航一言再言哦，现在恐怕要等到7月多了。那波音是讲说，现在太空舱27个推进器当中还有1个处于离线状态，已经关闭了5个推进器，目前有4个是正常运作的，但是推进燃料一再泄漏，所以他们现在滞留在太空，但是时间不多啦，剩下时间不多，这个只能在太空站再停留45天，也就是说在7月21号前必须要返回地球。那我们看看。中国大陆的确现在在各方面都展现出来科技强国的一个态势哦。那现在这个习近平喊出来，必须要增强紧迫感，来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哦。点名了几个产业，包含了半导体、工业母机，还有这个先进材料等6大领域哦，确保说这些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因为不能再给美国掐脖子了。他说，现在距离2035年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现在只剩下11年了。所以现在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支撑，就是经济实力、国防实力，还有综合国力要整体跃升。科技超越美国的同时，军事技术同样也要这样子有所超越啊，才能够跟美国这样子的一个包围式的方式来做抗衡。那中国大陆现在他们目前晶片就是半导体的产能已经占了全球的1/3。根据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最新公布出来的一个预测，也就是说呢，大陆现在目前晶片制造商大概保持着2位数的产能增长，预估到2024年的产能会增加15%，那每个月会有885万片。这个大概是8寸的晶圆2025年又会再增加这个2位数，就达到了1000万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产量，也占了整体的行业大概1/3左右。换句话说，就是美国越打这个半导体，可是中国大陆的产能却是你越打它越强，或者是它的技术越是跟上来，越打越没有办法去围堵它了。逼着他往前进啊！那我们看到李强也去了下届达沃斯论坛，喊出了反脱钩，要共同做大蛋糕那这样的一个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他认为其实世界各国应该要一起来做，然后大家一起来寻求这个自身合理的利益啊，一起稳中向好，才能够这样子来实现这样子大家一起科技上面的进步但是美国不是这样想，美国想的是要围堵他们现在又有一个最新的动作，拜登政府说要来调查中国大陆的3大电信产业，中国移动、中国电信还有中国联通，他们说因为你这个都有在美国有一些可能数据
你们还有一些小规模的经营在这个地方哦，你这些数据会传回北京，又想要监控我们呢。叶伦也跟着喊说，现在他们要进一步的在年底来敲定，就是说哪些的个人或者是企业投资中国大陆的一些关键产业，要来敲定一些最终规范，也就是说要限制你们不可以去投资中国大陆啦，又是在继续搞围堵哦。那伯恩斯还讲说，你们中国大陆哦，北京在煽动反美情绪，阻碍两国人民交流，让大家听了快跌倒，就想说，这不是你美国自己在干的事情吗？所以美国感觉做了半天做贼喊捉贼哦，你一直在煽动反中的情绪，其实才是真正阻碍这个中美两国交流的最大主因吧。这首先我们来问一下谢老师，谢老师怎么看这个嫦娥6号？嫦娥6号这个一共飞行了这个任务非常长，53天呢。然后它因为要从脱离地球轨道进入月球轨道，然后在上了月球以后，要从月球轨道脱离月球轨道，再回到地球轨道，所以它一共有11个阶段的飞行的这个各种不同的阶段，所以在技术上是蛮高难度的。而且它最大的一个成就就是这一次是人类第一次从月球的背面采集了土壤样品，那么带回到地球做科学研究。所以这个其实是这个整个人类登月的这一个各种的计划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那么全世界都在关注。而且他这次上去的时候，他有一些合作的一个对象，包括意大利，他有他的这个实验器材带上去，然后欧洲的太空总署也带了一个器材上去，然后呢，这个还有就是法国继承那个是氡气，研究一种特别气体的这种探测器也一起带上去。所以虽然是大陆的这一个太空计划，可是它有国际合作的层面。对，那当然就是没有美国，因为美国事实上很想要跟中国大陆来分享这些土壤，可是问题美国在过去就是说他在推动这个联合太空站的时候他特别有一条法令规定，就是说谁都可以合作，就是中国大陆不能合作，特别排除。这个几乎是20年前就有的，所以这一次就变成就是说，那个美国事前也有跟中国大陆在研究说，你们带回来这个月球背面土壤拿来借我们品香起来闻香一下，品香起来闻香一下。中国大陆断然拒绝，他说你那个限制跟中国合作的法令还存在的时候我们不跟你分享。对啊，所以呢，这个里面就不是中国大陆跟美国在竞争，而是美国一开始在20年前就很有远见，知道中国大陆可能会超越它，就在不断的在防，可是这次还是没有防的成功。现在堵到了自己了。现在堵到自己了。可是呢，这一次美国的这个《华尔街日报》有一篇专文报道这个它里面其实报道还算公平。它的怎么评价呢？他说，2007年开始中国的探月计划就在一系列的行动跟计划实现中在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而且每一次的计划几乎都是毫无瑕疵的达成任务。他这一句话一讲完，你就回过头来检讨美国自己的 NASA 的问题。对 NASA 最近他们有一个这个把这个航天员送到这个太空站里面结果真的是蛮落漆的蛮拉差的居然那个太空船出问题，那人上去了，现在回不来。本来2天就要回来了，现在人只好困在那个太空船上。现在我刚刚看，你只能在上面待多久呢？待差不多40天吧。那以后40天，你这个船没有修复的话，那人是不是被放鸽子啊？对啊，那可能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太空人在太空怎么样？被饿死，救不回来。现在不到1个月了，剩不到1个月。所以我就觉得美国那个辩论也不必办了，赶快把那2个人想办法救回来吧。这么强的国家闹这个笑话，不是太好笑了吗？好，来问一下舰长。我们刚刚谈到说，有关于习近平主席，他谈到说，现在大陆设定实践建成科技强国。那建成科技强国，那刚刚讲的有6个领域那主持人念了3个，我还帮忙补3个，哪3个呢？也就是先进材料、
也就是材料力学的材料科学的部分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在科学不断的进步的时候，你要各种仪器，包含探月，那其实它要有科学仪器，还有核心种源，就是各个种子的储存，那都要到达一定的标准其实这个是一个什么？这个就是当年2035中国标准的一个转型，记得吗？当初我们讲2025中国制造，2035中国标准，只有掌握了所有的标准，你这个国家才能获利，才有竞争力。那现在就讲说，有这6个领域里头，然后才能够真正的让中国成为科技强国。那我们看到那个总理李强，那他在那个夏季达沃斯论坛里面，他讲说，哎呀，要把蛋糕做大。那这个蛋糕做大，然后成为未来的新前沿。那成为这个新前沿，他讲了几个领域：第一个，深化科技交流合作；第二个，厚植绿色产业；第三个，开放市场环境，然后反脱钩。那这几个领域里头，也就是当初因为疫情，所有的这个供应链都断了，原来的长链现在变成短链，变成短链就变成自己国家要自己做。那其实对于一些南方国家是不利的，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国家要加入一带一路，这么多国家要加入金砖国家，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中国大陆言出必行，那重新构建长链，这一些南方国家才有继续生存的竞争力。但是我们这样子看下去美国在干嘛？最近的这个新闻大家不太重视，可是很重要，也就是韩国韩华呢，它收购了费城的造船厂，花了多少？花了1亿美金，也就是约略32亿台币。那它收购这个干什么？其实也就是你美国现在你没有造船厂，你造不出舰来，然后他就让的这些韩国的这些造船厂去收购美国维持支撑不下去的这些造船厂，也就是什么？他都要把美国在外对于中国而言，他就搞小院高墙，然后他就打断所有的供应链，然后但是呢，他对于自己来讲，他就是再工业化。他在1980年代有案外包的这些造船厂，他现在通通连哄带骗，全部要弄回来自己做。不然的话，实际上来讲，这个凸显的就是中国大陆美国的造舰的能力实在落后中国大陆非常多。好，请教顺峰哥。至少我想我们就在这些个案上，我们把它集中来看一个问题，就是说菲律宾是卖惨的国家天天在卖，那个是当笑话把它放一边。现在是中国跟美国之间是一个什么态度来面对的整个的世界？究竟美国要当一个竞争者，一个合作者，要当一个失败者，或者要当一个受害者？现在美国现在这样，他不太愿意当不太愿意当失败者。什么叫失败者跟受害者有什么差别？失败者就承认我输了，你强我弱，你赢我输，所以我必须检讨，让自己来更进步，所以我要跟你成为竞争的对象。这叫那什么叫受害者？受害者通通都是你的错。我之所以输给你的原因，就是你偷我的东西。我之所以输给你，我的原因就是你们国家补助。我说呢，就是你们怎么点点，就是受害者。美国现在受害者情节越来越强。你包含伯恩斯这个叫做标准的受害者嘛？你们都在干什么这个包括A人讲的，你们产能过剩，这些都是受害者哲学。从来没有勇敢的是面对自己这个失败者哲学，而中国大陆在这一点强多了。至少他承认我自己落后，所以我要努力；我承认我输你，所以我要进步；我承认在6大领域我不如，所以我这个6个领域我要去努力。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态。第二个是竞争者，就是说我们大家在整个的赛道里面，大家来竞争嘛，不是你死我活嘛，是吧？最后才是合作者。所以李强才会在达沃斯呢谈的是一个这样子的大国强国的中国提出来的呼喊，
不是小印高墙，不是霸权，而是说我们应该来合作，大家世界共荣。我想两个国家的态度已经很明显的展现出来，美国正在让自己走了一条自己会绑死自己的错误的道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两韩的紧张感觉一触即发哦，他们在边界现在目前紧张升温哦，北韩金城还发射了弹道飞弹。那这个南韩的军方说，哇，这个北韩朝大海发射了一枚这个弹道飞弹啊，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相关的分析哦，这是不是也代表着紧张加剧呢？但是疑似好像发射失败，专家就在讲啊，这一枚飞弹不是普通飞弹，可能是在测试这个超音速飞弹，来自于平壤附近哦，飞行了大概250多公里，应该是发射失败啦，但是也代表说他在测试这样子的一个可能对于韩国来说、南韩来说更有威胁性的超音速飞弹。那除此之外呢，他们的空飘气球哦又再度出现啦。首尔的仁川机场还为此暂停航班起降3个小时。那尹锡悦呢，他也跟这个美国哦，就是现在目前这个韩战74周年嘛，所以他强调这个韩美联防的态势哦，登上停靠在釜山海军作战基地的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罗斯福号。他说此举充分体现出来，就是现在美韩两国呢，通过定期的出动，现在延伸这个威慑执行力的一个坚定意志哦。那他们还签订了谅解备忘录，说要加强外交情报一些领域的合作。反正现在就是紧抱着美国啦，就美国是要跟他站队在一起的嘛，会真的站队到底吗？那再来看看现在俄乌的升温，现在美俄的防长哦，已经超过1年了，现在首次的通话。但是双方有点各说各话。根据路透社讲说，这个奥斯汀哦跟这个俄罗斯的防长这个贝洛索夫进行了首次的通话，可是说法是好像没啥交集哦。俄罗斯国防部讲说，贝洛索夫是针对美国持续的这些武器供应哦，提出了一些警告啦，就是你一直这样子供应下去，这个仗打不完的嘛。那所以泽伦斯基啊也对外讲说，哇，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周哦。这个武器供应是什么？F-16要来了。现在综合外媒跟网友的猜测哦，这个泽伦斯基所称历史性哦，我们常常听到他说，这都是最历史性的一周。然后这样的历史性已经好多周了。那他说有2种可能性是网友整理出来，第一就是这个海王星巡航飞弹射程将会达到1000公里哦，现在他说是可以直接达到俄罗斯境内，直接达到莫斯科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北约可能要援助 F-16即将抵达乌克兰，但问题是就是有点历史性太多次了。我们随便搜寻这个历史性跟泽伦斯基，我就看到，这个丹麦啊、荷兰啊提供 F-16，这个泽伦斯基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啊，所以现在可能只能用这样子来提高大家的一个注意力哦。那再来，川拜也在内战呢，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周五的时候要特报嘛，顺便打一下广告。周五早上我们会有这个川拜辩论的特报。那现在川普就讲说，拜登你现在精神跟身体上面其实都不适合担任公职了。那拜登就反酸他说，精神错乱对民主防这个规范构成了一些威胁。那看起来拜登也是现在有力的在做一些反击哦，就打算要把这样的一个论述是不是贯穿到他的辩论当中。但是跟川普相比哦，他现在只能是塑造自己变成一个明智而稳健的领导人。那他们现在两方的战略，一个就是共和党要把拜登打成痴呆老人呐，那拜登就是要刺激川普，把川普给激怒。所以人家讲说这个美国真的是在内战哦，这个光是看这个川拜2个人在那边斗嘴啊，就是让大家觉得说这个美国还有希望吗？那华府也直击哦，感觉上面媒体热炒这件事情，但是民众的反应有点冷啊，大家已经有点就是说2个怎么烂苹果里面挑一个好的嘛，好像这个甚至关键字哦都是围绕在好莱坞特技演员被鲨鱼咬死的新闻啊，这些热搜哦都在这些辩论前面，是不是大家对于这2个人不太有期望？那现在川普啊又要用一些这种有煽动性的语言，就是可能有共鸣感，就是大家现在觉得在美国吃培根好贵，他说连他都快吃不起了。我们来听听。Even I won't buy bacon anymore. It's too expensive. I said I'd love to have some lovely bacon, darling,
And she said, no, I'm sorry, it's too expensive. 对，这个美国通膨很严重哦 ，even I 这个很有这个渲染力。所以呢，现在连 Hooters 很多台湾的人都认识 Hooters 哦 ，Hooters 就是服务生非常的性感嘛。那竟然连这样子一个服务生形象那么鲜明的店家，都要开始要关闭一些分店了。美国有40多家分店要关闭了，已经关闭了数十家，因为这个成本上涨、人力成本跟通膨的问题，所以美国的经济真的大受影响。那难怪川普要主打这一点。我们首先来问一下谢老师，谢老师怎么看我们这个全球的乱局？全球乱局基本上从美国开始乱起。其实现在很多战争啊，是打还是不打？我说很多战争就2场啊，一个俄乌战争啊，一个以哈战争，对不对？打还是不打？怎么打呢？都跟美国的选情啊密切相关。对，由华盛顿呢密切在操控这2场战争的这种进度跟他的打法。所以呢，你说过去4年来这个世界怎么这么乱啊？那真的要从美国乱起。那美国呢？乱源。美国是不是也是苦主呢？我觉得就是说，美国本身的国家也是苦主。因为这个国家已经被2位老人呢，那么这个2位互相仇视对方到极点的这个两为了自己的利益把这个国家的社会已经把它撕裂了。我相信经过这个礼拜5他们的这个辩论以后美国社会会更进一步的对立，对，而且对立的非常的厉害。所以你如果说这个民主政治可以加强社会团结我看就是说从拜登跟这个川普2位这个身体力行我看正好相反，他们正好利用这个体制，利用这个美国的制度那么为了自己的利益以撕裂美国社会来达成自己的目的那回到韩国的话，说实话，我说为什么美国是世界乱源所在？其实，在川普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川普还跑到板门店呢？还在越南，还跟金正恩见面呢。还在怎么样？还在那边上演着大和解呢。所以呢，这个就是美国的政策会影响到朝鲜半岛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金正恩他还愿意怎么样？他还愿意销毁北韩的核子武器，还在把全世界记者找来，让他看他在那个山洞里面搞了一个大爆炸，对不对？把他的核子武器、核子设施把它销毁。对。然后呢，文在寅还到北韩他跟金正恩还可以有说有笑对，怎么换了一个总统，换了川普以后，美国政策一变，对，不但俄乌也打起仗来了，对不对？朝鲜半岛立刻怎么样？风云变色，现在又变成一个什么？国际之间最可能爆发这个战争的一个点，一个 flashpoint。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变化的根源在美国的政策。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美国这个国家不管如何，它还是它牵涉到很多地区的安危跟核战。那现在这个两韩的情势越来越紧张本来金正恩可以跟美国总统握手言欢，可是现在呢，金正恩跟普丁怎么样？2个相互拥抱。而且还签了一个攻守同盟条约，这个是在国际关系里面2国关系最高层级的关系。你打，也就是说我挨打，你就要帮我来出头；你挨打，我也去帮你，我也挺你。这个就是已经就是说2个就是说休戚与共了。那为什么会这样？那当然就变成就是说，美国事实上的话，去年的话，它的核子航空母舰，核子潜艇。对不对？停靠了第一次30年没有到韩国的釜山港，接着又去哪里？又去这个济州岛，对不对？那今年的话，最近这个罗斯福号嘛，罗斯福号又停靠这个核子动力的航空母舰，又停靠这个韩国的釜山港，这过去都没有的对，过去我们看到这个朝鲜半岛的情势是在缓和的。那现在这些重器、杀人重器都来了，你说这个北韩紧不紧张？北韩要不要去找俄罗斯？北韩要不要试射飞弹？所以一个巴掌拍不响。是，好，来问一下盛峰哥，这样子各位想想，当苏联
当俄罗斯跟北韩签订了攻守同盟，就是说我们讲共同防御条约的话，那现在北韩公开的支援俄罗斯去打这个乌克兰，是变成合情合理。也就是说，从此以后，北韩来支援俄罗斯，是没有人敢说不对。从某一个角度看，当北韩遭受到威胁的时候，俄罗斯公然的支援北韩，也不能说不对。对，就是说，整个的世界就在美国的一念之间弄乱掉了。那我们想一想，美国花了这么多的经费，出了这么多的钱，是为了美国的安全，或者是为了美国的霸权，这差很多啊。中国大陆所有付出的军事费用，是为了维持它国家应有的一个安全，跟它一个角色和地位，不要再让人家随便开了几艘船就可以在海岸线晃来晃去。那美国花了这么多的费用，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他要全世界维持当老大的霸权。他把全世界几个重要的海峡都控制在他自己的手里。对，这是他付出的代价。好，在这样的情境里面，把别人都逼近了要跟你对峙的地步啊！这个是美国，事实上是整个世界的乱年。那问题是乱年还在两个家伙，一个78岁，一个81岁。因为在几个月后，这两个人当中产生一个嘛。刚才翟先说说这两个美国的烂苹果不对，讲烂苹果你对他们太尊重了，它是两颗毒苹果。这毒苹果不是我说的，是两个人互相说的。因为一个人告诉美国人说，不可以让拜登当选，让拜登当选，美国是会完蛋的。另外一个是告诉美国人说，不可以让川普当选，让川普当选，美国是会垮掉的。所以这不是烂苹果，烂苹果只是说比较差一点，还是可以用的。是毒苹果，美国就垮，美国也就垮。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同时告诉我们世界说，你们两个都是很可怕的家伙，因为不论谁上，美国都会垮。而掌握美国霸权，当你们用这样的方法来处理的时候，那谁受伤是最重的。所以，当拜登跟川普两个在竞争，这个礼拜六的画面，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个是毫无约束的，他可以回手一言的，然后用的最粗糙的语言的一个进攻；另外一个呢，可能不知道那一天精神状态会不会好一点，会不会被攻击到乱了一点都不知道。但是问题是，你只要看到画面，知道世界要由这两个当中的一个来控制。你觉得这个世界交给这样的国家，你觉得安全吗？你觉得这是一个稳定的国家吗？你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来维持世界和平的国家吗？因为这两颗这两颗毒苹果只能当中的一颗。好，来问舰长。北韩不断的在试射飞弹所谓为何呢？为什么要试射高超音速飞弹或者是极音速飞弹呢？原因只有一个，它如果搭载的是传统弹头的话，一点用都没有。它最主要的是要搭载核弹头，意思是什么？你只要敢来毁灭我，我也来毁灭你。极音速飞弹截至目前为止，大家都认为是很难拦截的，拦截得到多半有一点运气存在。那这个也代表了北韩事实上来讲，它有多少的核武，这个是大家心里的一个问号。这个也是南韩为什么要美国提供延伸威慑真正的原因在这边。第二个，有关于说这个泽伦斯基说要乌克兰迎来历史上的一周他很多第一周之前还记得吗？弹簧刀来的时候，他也说那是历史性的一周。然后结果海马斯来的时候，他也说历史性的一周。结果 M1A1 来的时候，这个坦克的战车来的时候，它也是历史性的一周。结果呢，弹簧刀、海马斯这些在俄罗斯的电子干扰之下，根本就没有办法命中目标。至于 H1A1 的这一个主战车，甚至还被拖到莫斯科的街头去展示，成为俄罗斯的战利品。这个是历史上的一周吗？对于俄罗斯来讲，可能的确是那至于说，泽伦斯基现在吵来吵去可是他有想过吗？他当初他在5月底6月初的时候，
他在香格里拉会谈的时候，他是怎么样说中国大陆的？他说，中国大陆其实呢是帮助着俄罗斯扰乱这个和平峰会。但是如果我们再回头检视这个和平峰会，这和平峰会的内容是什么？这和平峰会里面有93个国家参与，那但是呢，只有80个国家。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立委李胜峰，早上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大使谢文吉，早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昨天呢、大家关注到说中国大陆的海警船进入到了我们的金门海域，而且一度离岸大概只有5海里5里哦。那我们的海巡署呢说，派出了3艘的巡防舰来对应，而且过程当中和这个大陆的海警船喊话，双方缠斗了2个多小时，最后才把这样子的中国大陆海警船给驱离了。这是我方的一个讲法，但没想到玉渊谈天呢，在微博上面抛出了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度，他是说我们的海警船、海巡署的这些海巡署船是慌乱掉头的。我们来看看。渔船行动已威胁我航行安全，请马上调情航友，赶紧离开。所以到底是谁驱离了谁？是谁先掉头的？现在感觉上面是2种不同的讲法了。那当然，昨天这个海巡署讲的是很有底气，但是今天这个画面曝光之后，恐怕还要看看海巡署接下来怎么说。那再来，我们的汉光演习下个月7月22号要举行了，这一回取消由特种部队扮演的红军。那演习的重点会放在说军种联合作战，还有夜战还有战力保存、整体的防空、联合截击，还有联合国土防卫作战。那连续5天4夜这样的一个操演我们看《自由时报》讲说，哇，这个夜战就是一个重头戏啊。那美国的智库有一个新的讲法，就是说现在美国应该要投资发展远端的无人机来应对台海危机啊。这什么意思？远端无人机？我们看看这个新美国安全中心讲说，美国的军方将要投资这样子的远程无人机，才能够有效的应对这个中国大陆对于台湾潜在入侵的威胁。报告当中还呼吁台湾你自己也要做要发展无人机战队来保护自己因为一旦战争开始，美国恐怕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抵达战场了，就是说我们可能只能无人机来了那这个我们第一时间也来不了了那首战及中战是不是就这样子这个战争结束还没看到美国的影子呢？是不是没有打算要派兵协防台湾的意思啦？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明白美国智库透露出来？换句话说，现在这样子一个第一岛链美国可能就是以这个无人机在第一岛链这边吗？第一岛链现在我们聚焦就是日本南北韩还有台湾嘛。美国的动作是什么呢？他说呢，我们会在日本的冲绳来建立滨海团，这个美国陆战队司令来对抗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些相关动作。那俄罗斯呢，现在他们在这个6月18到6月28号在太平洋、日本海这边来展开一些军演那同样南北韩也是动作蛮多的，美国跟南韩现在有谅解备忘录那罗斯福号的航母也抵达了韩国进行军演。那朝鲜呢，北韩这边就是普京跟金正恩嘛，现在已经有这个军事结盟。那台海这里呢，美国就说要卖给你3.6亿元的攻击无人机。那结果刚刚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大陆的海警船已经逼近到了5海里这样的一个距离那再来我们看一下。2024环太军演即将登场，那这次的军演重点之一呢，是美军将会使用4万吨级的这个塔拉瓦号当成这个靶船。有分析认为，这个是美国跟盟友在为中国大陆的2栖攻击舰可能会武力动作之后来做的一些相关的准备。那这个军演时间呢，是从6月27号到8月1号来进行相关的演习。美方有军演，中方同样也有一些演习动作。大家发现到说，在中国大陆的沙漠里头的
美国福特号航母已经被彻底的摧毁了。美国的媒体就透过了卫星的图片发现说，已经模拟出来这样子的画面，就是美国最先进的福特号电磁弹射这样子的一个航母。作为一个标靶，近日已经被完全摧毁了，显示出来中国大陆的反航母能力已经再度提升。那菲律宾呢？前一阵子不是跟中国大陆闹得挺僵的吗？然后被全面的缴械了吗？现在他们菲律宾的媒体讲说，中国大陆现在还有022的导弹哦，这样的022型的导弹快艇啊，前往到了仁爱礁周边的海域啊，这是要试图来威吓这个菲律宾海警船只吗？那其实这个022型的导弹快艇他说有一个出色的隐蔽性能，而且是搭载这个 HN900战术的这个数据链系统，一般是采取单艇攻击或是多舰艇组成的这个狼群战术啦，来对敌方的船舰进行围攻。那还可以用高速来离开战场所以感觉上面这个能力比起其他的水面艇高出不少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军事专家讲说，这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这个022已经算是比较相对落后的，但是现在派去南海刚刚好，有用武之地了，就拿这个022来对付菲律宾就够啦。那菲律宾的外长也怂了吗？他就说，我们现在7月份马上就要7月了嘛，要跟中国大陆来磋商近期的南海冲突。怎么回事？我们来听听。We have been working hard to bring back China to the table to talk with us to resolve differences on these issues. We have an existing mechanism with China. We call it the bilateral consultation mechanism on South China Sea. We had a working group meeting we hope to be held in early July with our Chinese counterparts, specifically to discuss the recent incidents, but also to see whether we can arrive at some understandings. 好，所以小马可是不是跟美国站队，然后冲得太凶了，让现在菲律宾国内本身很多反弹的声音或是担忧的声音不少啊。现在连杜特地父子3人都已经讲说明年要来竞选参议员。日本的媒体讲说，这3个人呢，就是包含了像是这个沙拉杜特地嘛，就是现任的副总统，还有呢，就是他说我的父亲以及我的2个兄弟呢，现在都要来参选参议员。这个日经他们就评论说，只要任何一位杜特地家族的人胜出都可能会威胁到小马可仕的执政。当然，菲律宾很多人是不愿意小马可仕继续这样子跟着美国背后当棋子的。首先，我们来问一下盛峰哥，盛峰哥怎么看我们昨天的事件？在玉渊谈天是有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这个菲律宾呢，已经把丧事当作喜事办了，希望台湾也不要有这样的态度。用那些字眼不要自欺欺人。第一个7里2个小时，我请问是7里或是跟着2个小时？最后他走了，说他终于走了，是这样吗？假如是这样还好，就人家来了，我们跟着你2个小时，是蚕豆2个小时，蚕豆是很好吃啊，但是呢，蚕豆起来大概没有人相信了再过来给人家用一个视频。再帮你反讽一下，说原来是你掉头而走，原来缠斗2个小时，不是说我跟着你，最后你走了，我算回家，那还算赢嘛？还可以叫7里嘛？他假如最后的结果是你掉头，那是不是呢？这个我想海巡署应该把你的画面拿出来。不过我可以教海巡署一个办法，就说那是假新闻，是剪接的，这样就没事了。有 AI 了，对，身位。那第二个呢，就是美国鼓励我们要发展所谓的这个远程的无人机，然后要发展新型的干什么？那要花多少钱？拜托听听就好了。这一笔钱一定是台湾付的，因为他是要为什么发展的？为防止中国大陆要来攻打台湾的嘛。那这一笔钱当然谁付？当然是我们付啊。你们这个拿我们当实验品当凯子，不要忘了，搞到最后还是支持中国大陆呢？为什么？因为无人机的基础件。80%到90%以上都在哪里？都在中国大陆搞了大半天我们出钱，然后大陆收入，然后美国去做好，然后卖给我们。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凯子我想我们不太愿意当这样的凯子。第3个呢，导致一个大家必须要注意的，整个情势变化了，那就是当俄罗斯去鼓动，不是当北约美国去鼓动乌克兰。搞成了今天的俄乌战争了。那现在呢？现在做了一个事了，那就是北韩
跟俄罗斯来个军事联盟啊！哦，北约加乌克兰对抗俄罗斯，那俄罗斯来这边给你烧一把灶啊，那就是什么？就是俄罗斯加北韩呐。那么这个不是刚刚好而已吗？可是这个刚刚好对我们是多悲惨的一件事啊！韩国人一定要想清楚，韩战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假如真的发生战争了，这一场战场是要在韩国的38度线以南吗？那就是在南韩打咯。那南韩整个经济是垮咯。那要是越过38度线去打北韩，那你要打到什么地方？那么1950年的韩战，中国大陆讲的，你们怎么打？那我们没意见咯。但假如你越过38度线，有美军介入，我是会有意见的哦。可是韩国的战争里面，美军是不能束手无策的哦，他必须要参与，因为这是协防条约在里面，否则全都看透。那怎么办呢？打北边，这老共可能会入场哦。那打南边啊，韩国可能会玩。尹杰啊，你的脑筋稍微好一点好不好？你现在把整个韩国带进很悲惨的境界，吃这个也不对，吃那个也不对，吃这个也痒，吃那个也痒了，你知道吗？啊！但是呢，好像这一群蠢人呢，大概不太清楚他们在干的是什么样的一件事啊。那整个的情势搞到今天，我最后要讲的一个概念呢，那就是美国的陆战队司令讲，我们之所以在日本这些事，是防止中国的侵略。到现在为止，我想谢大使也在，是专门研究国际政治的；李舰长也在，专门研究战略的。中国大陆到今天为止的军事战略，包括他的公开的，还有研究的，他什么时候是规划要去打日本呢？什么时候是侵略日本呢？那台湾跟你日本有什么关系啊？台湾也不叫侵略，那是内战未解的统一问题啊。这不是侵略问题啊，是大家可以和解解决的。是日本导致侵略中国，那血迹斑斑呐。对，我们记得很清楚。但中国大陆的军事，它摆得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来这里，让我做不了一个大国跟强国。但我从来没有我的军事战略是要侵略你日本，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过这，所以用侵略2个字合适吗？除了骗人以外啊，那就是美国才是真正亚洲动乱的侵略者。好，来问舰长。我们其实无论是国防部或海巡署，都非常会唾面自干，每一次都说什么飞弹驱离啊，然后或者是那个对不起，是飞弹追歼，不是飞弹驱离，飞弹追歼啊，有效驱离啊，什么时候有效驱离啊？是人家的任务结束了，他就会自己回去，他不会在这边滞留的，不要想太多。那至于说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个画面当初那一艘小艇到淡水的时候，海巡署不是拿出了一个雷达的一个示意图吗？你这一次也可以拿出来啊，证明我是被我们驱离的，而不是那个看到那个中国海警在那边呼喊的时候，你就自己闪了。你可以拿出证明来嘛？还是那个雷达站停电了，那个密录器又忘了带了。对不对？你要解释嘛。至于我们讲说这个现在整个在太平洋西岸的状况我们这样子讲罗斯福号现在在韩国釜山那他即将要前往的是红海，他不是要前往南海，当然会经过南海，但是他最重要的是去红海，去把那个原来驻防已经非常久的航空母舰换回美国。另外，雷根号他在菲律宾海在进行演练。那至于说原来要来替代雷根号的华盛顿号，现在还在南美跟秘鲁在那边演习。所以这些什么，例如日本韩国菲律宾还有我们台湾不要太洋就是刚刚那个申峰委员讲的，不要太洋。而且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这是2月24号，6月20那个2024年6月20号在三亚，我们看到这个框框是什么？是山东舰。可是对不起，这个先人打鼓有时错那就是这个日期没改，这是6月25号，昨天的。
卫星照片，山东号已经出海了。意思是什么？当我们刚刚讲的美国的航空母舰不在的时候，但是，解放军的航空母舰它已经出海了。也就是说，你菲律宾在继续啊，你那个被没收了那个枪支之后，然后还有撞断手之后，你为什么就没有动作了？因为你当初就是认为中国海警他不敢对你怎么样，然后结果你就做出那种超越的行动，但是偏偏不是如此啊。那其实我们现在讲到，就是东亚的状况，我们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叫做什么？全面的群岛防御这件事情呢，其实在2017年就提出了这个第一个报告，现在已经在去年2023年已经有2.0的报告出来了。其实这个报告，我们今年在环太平洋军演就可以看得到，那是什么内容呢？也就是他们一定会打这一个提风飞弹给参演的29国看，告诉大家快来买吧，快来买吧。其实演习是假的。卖飞弹才是真的，展售就对了。对，是。好，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这次在这个就是仁爱礁附近啊，中国大陆这个痛打菲律宾的这个公务船，这个就是它的就是说特战队的啊的武装力量，那是不是构成启动美菲这个共同协防条约啊？应该启动了吧？你们都在吓人呢，你们没有。事实上已经启动了，这个就要没有看到人。这就是要回归到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它里面怎么规定的，对不对？有关这一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4条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凡是对任一方的武装攻击，任一方的什么的武装攻击，任一方的领土，还有它的领地，还有什么呢？还有他的军队，跟他的军用的以及公务的船只及飞机，就构成启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那应该启动了。那所以这个我们大家来判断是不是已经产生这个状况了，已经有这个行为有没有这个事实？那是不是该启动？类启动。对。可是这件事情一发生以后，事实上菲律宾的外长就跟美国的这个国务院就已经协调了，立刻第一个时间先打给美国，说这个事情怎么办？要不要启动？就美国的答案是不可以启动，不达到启动的标准。所以白纸黑字写的一回事，可是呢，谁来解释才有效，才启？现在显然美国认为不足以达以启动，不达成启动。所以菲律宾事实上这个是发生的当天，那么中国大陆先发表这个有关的这个新闻稿，菲律宾一直不吭气，隔了1天也不吭气，到第2天才把一些资料攻击出来。可是呢，到今天为止，菲律宾突然变成什么？爱好和平，然后呢还喜欢谈判，所以菲律宾在这一场这个冲突里面被证明，他是吃硬不吃软，所以呢一被打了以后呢，就好像变成突然变成是一个很温和、很讲理、很爱好和平的一个国家了。对，7月可以来聊聊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